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美甲水彩所用到的工具。那我们要操作水彩在指甲上的话呢，是需要有一些特殊性的一些材料的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美甲的水彩，首先我们要有这样一盘或者是多盘，对吧？这一盘的话是一个10色系的，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色系以及说珠光颜色的，对吧？它的颜色是这种呈现出来的效果呀，或者更适用于做的款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统称都是美甲水彩盘，对吧？这个是首先我们要的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有一支狼毫笔。狼毫笔的话呢，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用来的作用是我们取水彩的颜色的它的话呢，通常都是蘸一点点水分，我们去把这个颜色揉出来，或者再往后去延伸，去调色呀或在我们的指甲上呈现晕染的效果，整甲铺色的效果，或者说是做线条做出这样的彩绘的款式的效果。那这种一切的行为都源自于这一支笔那我们狼毫笔的话也是，对吧？那操作水彩的话是一定要用狼毫笔的。操作普通的这个笔是肯定是不可以的普通的平时我们可能会用到的基本上会是尼龙材质的，或者说纤维毛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写一下狼毫笔它跟普通的平时我们画彩绘曲胶用到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是这样的笔，对吧？这样的笔，或者说这样的笔，它有什么区别呢？看起来感觉上长得都差不多，就是长短上都差不多，或者说一般来说我们在美甲当中的这个万能笔长得跟它是最接近的了。那就它俩而言有什么样一个区别那我们在做彩绘的时候用到这个笔的话呢，它是去蘸胶类的去蘸我们比如说彩绘胶，比如说是像是粘钻胶为什么它叫万能笔呢？对吧？因为它的那个工作的这个粘的胶可能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它粘的都是胶类的，需要照灯去固化的这样的这个工具才可以但它俩不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水彩的一个特殊性，它是需要去蘸水才可以的，才能把颜色揉出来。上一节课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完全是干笔的状态下是揉不出来任何颜色的，对吧？那首先我们对这个笔的要求就肯定是吸水效果，那它要有一定的吸水性那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笔尼龙材质的它就做不到，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吸水性，它的笔毛都是偏有弹力一点的。我们再去洗这支笔的时候，基本用到的是洗笔水、洗笔啫喱，润笔的时候可能还会用到底胶，对吧？那这种的话，它是沾过胶类了，首先来说它的完全就没有吸水效果了，再从它的笔毛的材质来讲，去结合着来讲，它就不能去操作水彩，对吧？那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选择到的这个狼毫笔非常重要。然后的话呢，我们会在下一节课着重去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狼毫笔怎么选那这一节课我们继续来看所需要用到的东西。那既然说到要沾水了，那我们就避免不了要说一下用到的这个水了，是不是？那肯定是要有这个一个清水的用到的水是什么水？就是清水，不是任何的调和剂，也不是清洁水，更不是酒精用到的就是清水。这一个清水它的作用是我们在取颜色的时候，狼毫笔蘸着水去取颜色，那取完一定的颜色之后当我们想换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看就比如说这个盘上有一个颜色嘛，对吧？我们取完颜色了，已经在甲面上做完了。那这个时候我想换其他的颜色取一下，那我不能说直接就是还是这个颜色我直接去取，对吧？这样的话容易两个颜色之间是容易混色的，因为水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即便说完全干透的状态下，你看这都是我之前用的颜料，它已经干透了，但是刚才就因为我在这个水里面蘸了一下，
蘸了一下，然后再去调出来，它就容易被调和出来，对吧？那所以说我这个笔上带着一定的颜料，我再去蘸到其他的水分当中，这两个颜料会融合到一起，它的颜色就变了，对吧？假如说我想蘸一个白色的话，那就更明显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什么样一个动作？洗笔的。那洗笔的话，我们用什么去洗？还是用这个清水去洗啊？洗的时候的话，我就直接把这个颜料蘸一下，然后在水当中清洗一下。清洗之后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纸巾上，这样，然后再去取下一个颜色。那整个洗笔呀、换色当中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是要用清水的。那这个清水的话，它在用完之后我们可以说是，如果还是相对于比较清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保持不换一直都用着。那如果说一般我在讲调色呀，我的调色行为比较多，或者我用深色系居多的时候，那我可能清洗几次这杯水就颜色就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清水就可以去换一下了就换接一杯干净的水了。那说到是这个清水的一个作用。那既然有清水了，那我们就要涉及到什么？纸巾了。我刚才的这个一边再去给它洗颜色也好去洗完笔也好，我都做了一个动作是干嘛？这样蘸两下，对吧？因为我们这支笔在里面去整个加水呀、揉色呀、洗笔呀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它的水分有的时候加的太多了。洗完，尤其是刚洗完笔，洗笔的时候，我基本是在里面就这样去调和、搅和，对吧？这种感觉的。那我在搅和完之后的话，那这种时候我是不是要擦一下？因为它水分太多了，我是不能直接去调颜料的。如果直接你去调颜料，调出来的颜料会过多，水分过多，因为我们的甲面就这么大，对吧？有可能更小。那在这个上面你去铺的时候，水分太多，它干的速度会特别慢具体怎么去操作，我们后面也还会讲。那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洗笔行为也好，调色也好换色也好，我都是需要什么干净的纸巾那第4个所需要的材料就是纸巾可以多备几张，有吸水效果的就可以。那当然也可以是那种洗脸巾就是我们的平时卸妆用到的卸妆棉这个都是可以的纸巾还有卸妆棉。那过后我们还会在这个教大家换色或者说去掌握取水量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关键我们通常这个卸妆棉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到我们去控制水分。我通常都可以是把这个卸妆棉浸入到这个水里面，然后放在我的调色盘当中的平时换色的时候来这里蘸一下，取水量掌握不好的时候，通过卸妆棉去控制水分这个通常都是我会用到的方法之一那所以说卸妆棉我们可以备一下，可以更好的、更方便的帮助于我们去操作水彩。这个具体操作的话，我们过后也会给大家去演示那继续来讲，它还会需要到什么呢？就是这一罐这一罐的话是酒精。酒精的话呢，75度或者是90度的都可以它的作用是什么？水彩一旦我们操作错误的时候，可以用酒精去把它擦掉。它在擦掉的速度和擦掉的彻底程度上都会比清水以及清洁水要更好这个是老师有亲测过的那就比如说我们来随便取一个颜色吧，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在指甲上面这个看不出来我换一个色彩强烈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比如说甚至于换成这种墨蓝贼深的颜色。看这种颜料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或者是操作完毕之后你想去把它彻底擦掉，或者说进行局部修改的时候，酒精的作用就是帮助于我们去修改或者说彻底的把它擦掉尤其面对于像这样的深色调的时候，很多宝贝在擦掉以后还会留有一层浮色，对吧？那首先我们要排除的就是清洁水清洁水的话呢，它在擦的时候就很容易留浮色因为清洁水都是偏干燥的那一种。因为我们在把那个清洁水一般大家都能感觉到，我们在擦到
这个浮胶的时候啊，就粘到皮肤上，粘到过多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地方拔得特别干，对吧？那所以说擦掉水彩的时候也是，它相对于比较干燥，清洁力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强，它是专门去清洁这个甲油胶上面的那种浮胶会更好用啊。那对于清洁水彩颜料而言，那我们肯定是这个酒精要更好一点啊。那再说对比说它跟清水的话啊，我们就直接用刚才这个棉片了，对吧？这个棉片我刚才有浸过水的，其实要用水擦吗？不是不可以啊，也可以。我们去擦掉下半部分啊，就是你可能需要擦的久一点，它能完全擦掉啊，可以完全擦掉的。可以完全擦掉的，因为我这个还是一个半干状态，没有完全去干掉啊。那如果说你的这个颜料在指甲上面，比如说是这种蓝色，尤其是蓝色调，它相对于其他的颜色来说更不好擦一点啊。如果是这种颜料的情况下，并且它已经完全干透的情况下，你用水擦可能就需要擦来擦去啊，擦很久，但是它可以完全擦掉，就是擦的时间久一点啊，就是这个区别。但是酒精就不一样了，酒精它可以是不能说瞬间的吧，但是可以说是相当快速的就去把这个颜料全部去擦掉，而且擦得非常彻底，不留任何的底色，不留任何的余色啊，这个就是酒精的一个作用哈。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用酒精去擦水彩的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第5项啊，酒精。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也就是说一个功能胶啊。其他的几项的话，全部都是针对于水彩颜料的，围绕着它去展开的。那为什么会冒出来这样的一个胶啊？这一点是关键啊。你的磨砂封层好不好用，那么就会决定了我们的水彩在甲面上上不上颜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磨砂封层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种。你可能会听到的有这种麂皮封层，天鹅绒封层，丝绒封层，对吧？就叫磨砂封层、俄式不封层、俄式不粘粉封层，就太多了，就是能列举出来。因为厂家不同，所以它生产出来的这个磨砂封层的名字不一样。但实际上啊，这个磨砂封层只分这样的几种，我们先写一下啊。磨砂封层，先来讲一下磨砂封层它的一个作用，在整个我们操作水彩当中，为什么要用磨砂而不是用别的？它整体的一个效果起步在哪一层？我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先把指甲的底色打好，对吧？首先你指甲要有底胶，要有颜色，在颜色基础上，你想要开始操作水彩颜料的这个时候，要先去上磨砂封层，然后才能开始操作水彩颜料。为什么？其实首先大家可以先这么去看啊，水彩颜料的话，它是靠什么？还是回归到了第一个问题，对吧？水彩的颜料它是靠水去揉出颜色，然后再到我们的甲面上去呈现颜色的，对吧？那首先的话，我们的指甲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特点，它有一定的吸水效果。那什么样的指甲有吸水效果？光亮的指甲，光秃秃的啊，这种已经封过亮面封层的了，上面恨不得啥都不沾。尤其像是现在可以做到很好的这种亮面封层的话呢，它是可以连一点划痕都没有的。那你想这样的胶的话，它上面能操作水彩吗？它肯定不能，因为水彩的颜色渗不进去，对吧？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就是能有渗水效果的。那再去想一下啊，底胶上面可以直接操作水彩吗？当然也不能。水彩的话，上面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底下要保持是干燥的，但是底胶上面是有浮胶的。那这个时候宝贝可能会问了，我的底胶涂完之后，我的色胶涂完之后，我擦一下浮胶不行吗？也不行，因为它上面还是很光滑，它没有吸水效果。因为我们的水彩在纸张上操作的时候，它还要挑纸呢，对吧？那你反过来在操作在指甲上，它肯定也是要挑封层的，就是其实同样的原理啊。它挑纸，不同的纸呈现水彩的颜色都不一样，有一些纸的吸水效果特别好，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可以很重。有的水彩的话，在这个纸张上啊，有一些纸张它的颗粒感特别强，它的水彩可以铺开很大的面积，它的渲染力就可以特别有氛围感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纸张上都需要去挑选，那在指甲上同样的原理就照扒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指甲上是要有渗水效果的，那这种磨砂封层就是一个关键。很多宝贝的话会觉得，那我不去用磨砂封层，我就在这个上面涂一个普通封层，我用那个海绵搓或者是用搓条，我去抛一下可不可以？也不可以，因为抛一下的话呢，它上面的颗粒效果是不均匀的。这样的话，一旦我们再去做晕染，做一些非常细节的刻画这样的时候，你的效果是不好的，它会上面有那种很明显的颗粒，并且边界线做不出来很明显的效果，它做出来的效果不好看也可以这么去理解。那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的就是一个吸水效果很强的。那像老师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种类的封层磨砂封层，那么多什么天鹅绒呀，又是不粘粉呀，对吧？其实这些磨砂封层只分为2种质地，一种就是粘粉，一种叫做不粘粉不粘粉其实就是属于也叫隔粉封层这种封层的话能不能用？不能用。我们首先要把这一类的磨砂封层淘汰掉为什么？因为你想呀，它为什么叫做不粘粉，叫做隔粉封层呀？对吧？它是需要去在上面做一些磨净粉的造型。那在这个不粘粉的封层上面，我们去做一个线条，在这个线条上我们蹭磨净粉，为了蹭上这个磨净粉不脏甲面比如说我们的甲面是这样的，上面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纹路，这样的2道纹路，上面这个地方我们去蹭上磨净粉，但是这个磨净粉我不想让它粘到我的甲面上来，不想让边界感这个位置有颗粒，就像我的我这个是一个典型，我为什么不拿我的做例子我手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我不想让我的磨净粉粘的可哪儿都是我就想让这个边界感特别干净又清晰，对吧？那这个时候我的底下的话就需要用到不粘粉的磨砂封层了。那它为什么不粘粉？它的原理是什么？肯定是因为它上面是很光滑的，它才能做到不粘粉。那它既然很光滑，它连粉都不粘，那它能吸收水彩的颜色吗？答案肯定也是不能的。所以说我们不能选择这一类的去做水彩，我们要选择粘粉的，对吧？要选择粘粉的磨砂封层然后有的时候它粘粉部分的一些品牌，我们再拿回来可以试验一下，部分的品牌它即便粘粉，它做水彩的颜色的渲染效果也会稍次一点这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我们遇到这样的那个磨砂封层的话呢，就可能会麻烦一点你可能需要抛砂再辅助一下，但是都不如说直接选择于我们的颗粒感更重的颗粒更重一点的磨砂封层来的效果好那我们给大家写上，那这一点就是我们要选择的一个重点，是这样的。那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就要选择既是粘粉的，又是颗粒感更重一点的选择在这个里面选择这样的，才能去操作我们的水彩好了，那以上这一节的话就是我们对美甲水彩工具的一个认知，那下一节课我们再见啦，拜拜。